大家好，我係徐立賢，歡迎嚟到跨市博弈。最近有3單新聞，長鑫科技上市首日股價暴升4.6倍，粵資暗面將 Kimi K3 模型免費開源，仲有中國量產5台 DUV 光刻機。好多人睇完個腦入邊即刻彈出個結論，哇！中國半導體終於破局啦，美國封鎖徹底爛尾啦。如果你都係咁諗，準備瞓身買入相關概念股，咁你已經跌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認知陷阱。老實講，市場永遠係最識利用你情緒去變現嘅機器。點解呢種東升西降嘅論調咁受歡迎？因為人類天生渴望睇到弱者逆襲嘅爽文劇本，但資本市場從來唔講感情，只講冰冷嘅現實。長鑫科技市值衝上3.3萬億元人民幣，超越工行同茅台，成為 A 股市值王。你以為呢個係技術追平日韓巨頭嘅證明？錯啦，佢喺真正決定 AI 勝負嘅高頻寬記憶體 HBM 領域，仲係大幅落後。呢個超過3萬億嘅市值，只不過係稀缺性、政策紅利同散戶無處安放嘅資金共同堆砌出嚟嘅海市蜃樓。你信咗呢個神話，走去接火棒，其實就係心甘情願咁用自己嘅血汗錢去做大資本離場嘅流動性燃料。咁 DUV 光刻機又點呢？新聞話今年交付5台，2027年目標20台。ASML 股價即刻跌到一仆一碌。但你冷靜啲諗下 ，ASML 舊年出貨量係131台，區5台連賽牙縫都唔夠，更加唔好講良率同穩定性。不過如果你因為咁就笑中國自不量力，你又犯咗另一個致命錯誤。喺殘酷嘅地緣政治博弈入面，設備國產化嘅真正價值，從來都唔係完全取代，而係談判籌碼。當中國可以自己做出勉強夠用嘅機器，ASML 對華禁售嘅威懾力就會直線下降。呢5台機器將卡脖子由一條是非題變成咗一條時間題，而市場最唔叻就係幫時間定價。我哋再睇下軟件嗰邊，粵資暗面將2.8萬億參數嘅 Kimi K3 模型完整權重免費公開，好多人覺得呢個係中國 AI 技術嘅勝利。但係從事物最底層嘅權力結構去睇，呢個其實係一招玉石俱焚嘅不對稱武器。美國鎖死算力，封殺 API。中國點反擊就係將最核心嘅技術免費派街坊，你封我就將開源變成地緣政治工具，令你嘅高牆形同虛設。呢招就好似投資好似煮飯咁，你唔俾我買靚餸，我就索性公開個秘方，等全世界都識煮，打爛你個獨家飯碗。但係當全世界都為呢場科技大戰歡呼或者擔憂嘅時候，大家睇漏咗一個最致命嘅系統性盲點。美國陷入咗一個自我絞殺嘅困局，佢既想做全球 AI 基建嘅霸主，賺盡全世界嘅錢，又想將最勁嘅技術當做國家機密鎖死。呢兩種心態根本係水火不容。美國越係搞小院高牆，就越係逼中國建立一套完全獨立嘅生態系統。高牆無阻慢對手，反而加快咗牆外世界嘅自我進化。同一時間，中國嘅算力天花板亦係客觀存在嘅事實。開源嘅背後，某程度上都係因為算力唔夠應付龐大需求而作出嘅無奈妥協。當兩大陣營都喺度自欺欺人，以為自己可以完全掌控大局嘅時候，真正嘅代價就係全球供應鏈嘅徹底斷裂。所以諗清楚你要玩嘅遊戲，你係繼續喺設計好嘅民族主義或者科技霸權劇本入邊做一個被情緒牽住走嘅盲目下注者，定係去認清呢個世界已經冇辦法翻轉頭，準備好為兩套平衡政權嘅 AI 世界重新定價，做一個極度冷靜嘅收割者。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有興趣，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及 Patreon 會員資料喺下面 info box。我係跨市博弈徐立賢，下次節目再見。